天不生柳白，人间剑道，万古如长夜。我叫柳白，世人称我为剑圣。他们说夫子登天后，我就是世间第一强者。可我在乎的不是这个名号，而是恨不能如夫子柯浩然那样，与昊天酣畅淋漓的对战。终于那一天，我向天拔剑了。回顾我这一生，也算没白活一场。我6岁就入初境，感知到一条奔流不息的黄色大河，由此明悟出大河剑意。他们说我的剑道天赋乃1000年来第一人，柳白的名字更是位列天书，日自卷首位。后来我在大河边创立南进剑阁，提出纵剑万里不如深浅1尺的剑道理念。在我这1尺领域内，我自信就连昊天也无法躲避或破开。我身前1尺是我的世界，即便是观主和掌教也不敢站在这里。你就算再快也没有意义。为了更进一步，我长期在大河边温养人间之剑，只为等一个出剑的时机。没想到时机没等到，夫子却找我来借剑。我虽心有微词，但却心甘情愿，因为夫子是我最敬佩的人，他找我借剑是我毕生的荣耀。夫子拿着我的剑，一剑裁天，一剑斩神将，一剑屠黄金巨龙。这一战打破了昊天高高在上的形象，为人间立了威严。不过也是这一战后，我的剑竟然长了脾气，再也没有人能驾驭。为了追赶夫子，我只能于剑阁拼命修炼。后来我实力已登顶5境之上，但因洞悉了昊天吸食5境之上大修行者的规则，所以我主动以剑阁崖洞压制自身修为，终生停留在致命巅峰。但我的实际战力亦可斩5境之上强者，比如年轻时我就一剑击败南海剑神，彻底奠定了剑圣的名号。后来我与神父师颜色对战，他虽削断我半边眉毛，但我也把他重伤休养了数月之久。还有曹小树刚破之命就赶来挑战我自然不惯着他，一剑就把他轻松打出剑阁。其实最让我自豪的就是2次大战，一是青霞与书院君莫一战，我自认剑道方面已趋于完美，没想到君莫有了新的剑道方向，我以身前1尺领域硬坑他200多剑，又以大河剑意断了他右臂，却还是被他强大意志反击重伤。这里我明白了，我的剑道境界虽然无懈可击，但剑道意志却不如君莫强大。后来回剑阁后，我彻底明白了什么是守信而行，于是为了剑道之心圆满，我决定效仿柯浩然父子与昊天一战。桃山光明记上，我化身为剑，直刺昊天。行不算数还得意，我与人剑全无敌，我与天战与谁战？这一剑蕴含了我毕生剑道感悟，直接破了昊天的空间规则，逼近他身前1尺，创下了人类最接近昊天的记录。可惜昊天还是强大无比，他发动时间规则，我瞬间衰老，剑刃也随之风化。但我凭借强大意志，临死前以指尖轻触到昊天额头，得见了大道真谛，但身体也瞬间化为飞灰。我这一剑虽未完全刺中昊天，但强大的剑意也消耗了其神力，他脸色微白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说夫子，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出那句话：天不生夫子，人间万古如长夜；天不生柳白，人间剑道万古亦如长夜。